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于适。我是演员于适，在《封神》第一部里饰演姬发。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于适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于适，我是演员于适，我是演员于适，我是于适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于适。这是第一次《封神》拍摄的时候，对，在健身房，对，这是个最美表演的时候。最美表演有点状态，但其实他是因为内心的悲伤，他在为自己狡辩。我记得那次拍摄是一个出血夜，对，是还掰了一个苹果。然后结束的时候，我还在外面拍了照。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在这是悲人节，在1年前，你到底怎么做才能是符合这个社会的逻辑？因为我一直坚信音乐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。觉得谈帅就是肤浅，我们要谈就谈演技。是的，我觉得其实爱人在他面前也变异了一点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，就是一定是这个人能够给你带来好的能量。很幸运的是，我正好在我头2部作品的时候，有这么《封神》第一部这样的作品，能够让我拿到新人奖，所以我之后的演艺生涯，我觉得就要继续努力。成长的过程，你像第一个视频出现的时候，应该是《封神》第一部宣传期，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刚开始接触密集的采访，然后有大量曝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是比较青涩的，相对来说比较拘谨。渐渐你看到后面的时候，其实聊天也好干嘛就会更松弛一些。这些记录特别好，我最近还真有在想，比如说你发生的很多事情，就像一场梦。你过去的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哪怕它真真实实发生过，但是其实它也一直就是存在你的大脑里，在你的记忆里。但是我们这个职业特别好的就是，不管是有作品的留下，还有一些跟媒体的采访，就像刚刚这个回忆一下这1年半将近2年的时间的这些点点滴滴，然后它就永远的刻在了一个影像里。你知道吗？作为媒体，因为我也采了您2次之前，我们非常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受访者，因为首先在跟你交谈的过程中，我会感受到你的真诚，其次我能感受到你输出的内容，它本身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反馈。对，我记得那时候惊艳面孔的时候，我给你写了一句话，叫做“苹果常掉落，但为能者得之”。哎呀哈，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适合，写得很好。对，然后也感受到你这些年，就是1年半来2年吧，确实有更加松弛。在面对媒体的时候。是，就是可能这就是一种熟练吧，因为当你对一个事物比较陌生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多杂念，顾虑很多，我这样说好不好，那样说好不好，从可能最开始会把这种采访当成一种相对不自在的工作流程，到最后其实我也很享受，就是我把它当成一种聊天真正的交流。在生活中如果没有这种郑重其事的采访，也很难去说出采访的时候要说出的话，所以在不同的这个情况下交流得出了这个结果也不一样。见证、陪伴，还有就是成就吧。刚刚那一段视频其实可以代表我说的这3个词吧，确实见证了我从第一部被大家看到的作品开始到现在，每一步，然后每个瞬间，确实一直在陪伴。作为这个文艺工作者和媒体之间的这个关系肯定是很紧密的。除了我们要拍一些真正的作品留下来以外，不管宣传啊，还是自我表达的输出，采访者和媒体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出口。25岁的时候，我当时应该是在一个修炼的过程吧，等待，面临着一些挑战。这种挑战可能是无声的挑战，它并不是腥风血雨，而是那种风平浪静的挑战，也算是一种经验。当在你最开始启程的时候，经历了一些坎坷，在未来的道路上，如果再有这样的问题出现，其实这是一种经验，也是给自己的一种强心剂。22年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办法有一件事情去让我拿出来，它是一个整体的体验，因为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，那个答案越来越模糊了，甚至是有一种非常不好的反馈，可能之前的一些劳动成果可能要消失了。那个时候真的很迷茫，然后也算是25岁吧，就是在我22年到23年那个人生体验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极致了。就是我有一次算是海难，25到26之间的时候，真的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，生死就在一念之间。当你面临这个的时候，人生的一切的不如意，我觉得都不算什么。但是万幸，
我回来了，我会永远记得那个时候。就是人就是这样，向死而生。发现这几次采访没变的是你眼睛都还是很亮。在我看来，我肯定我说的都是非常能打动我的经历。我自己的那首歌吧，之前发过的一首歌叫《梦幻泡影》。风一直在吹，人一直在追，风中的风筝一直在摇吹。当你面临一些磨难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一种方式去思考，可能这一切就是一场梦罢了。但是当你面临一些极致的体验的时候，就算你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但是你又要真实的去体验，你还要把它非常开心的感受。我觉得要有这种能够左右真假或者快乐悲伤的这种感觉是很重要的。其实真正让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让我欣慰的事情，我并没有完全把我当成一个所谓的艺人，因为有这个幸运的成分在啊，能让更多人知道了，会有一些影响力。当我在这个过程中看见有很多的影迷，包括喜欢我支持我的人，他们真的在因为我去学习了很多东西，进行了改变，我当然往好的方向改变，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。封神第一部的时候路演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就是有这个现场的观众，他说他这个其实在很多年前就知道我可能是一名演员，但是一直也看不见作品，为什么一直没出来。他可能在我的社交平台上留言了很多这种，然后很早就知道，比如说我射箭呀、弹吉他呀，就学习很多东西。他是认识了曾经的我，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公众人物，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人，但是他可能只是在网上刷到我，进行了改变，然后他去参加比赛，还拿了奖，成为一个能让更多人看见的这么一个身份。我觉得身上是有这个责任的，有这种影响别人的能量，因为这个能量去影响到了别人，我觉得就特别开心。在我看来就是很重要的节点，而且我希望这个节点能够一直延续下去，就是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因为某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。最大的变化那肯定是越来越多人关注到我了。在那个时候，确实在路演的时候，我相对比较透明，对于这一切抱有着很多的想象，很新鲜，但是呢又相对拘谨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别人的提问，自己如何表现，其实那一切都是未知的，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要学习很多东西，真是只能用青涩来形容。但其实只是2年前。对，只是2年前，所以人的经历很重要，确实只有短短2年，但是可能这2年确实是很多事情像井喷一样的，一下就冒出来了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工作，好的坏的，虽然是短的时间，但是经历的事情可能会是双倍或者3倍这样的出现，所以对人的变化改变，然后包括成长是有很大帮助的。我最开始出现在大家面前也是以一个演员的身份，那当然我真正能够改变我内心让我开心快乐的，那一定是以工作属性和角色作品出发，所以这些得到认可的时候，我内心是非常开心的，哪怕我表面可以很淡定，但我内心是非常喜悦的，因为这个才是对这个行业所做的事情最高的评价。我今天看到一个词条，说八肽的含金量还在上升。哎呀，八肽也很重要，八肽真的是在我拍了这么多戏里非常重要，而且非常难得的一个角色。一件事情如果坚持25年，往特别积极了说，这是一件非常难得、非常艰难的事情。但是如果往更高的追求来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。真正想做点大事儿，或者是想成为一个厉害的人，有这份心是最基础的。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，就其实我刚才有表达，不一定是以某种身份来把一个人框住，因为人生的可能性真的有很多，我自己有很多的畅想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完全确定能够在哪些领域发光发热，但是我肯定会一直保持着往前走的这份心。归根结底，我想成为一个会有一些影响力的人物，这么一个群体吧。但是这样的群体其实有很多，既然自己已经能够站在人群中央被别人看到，那么我希望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身份去出现在大家面前，尽可能的往更优秀的去做。每一次的采访聊天的过程中，我也会表达很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证的过程，
希望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，能够看见我所说的一些话，能够慢慢的成真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。未来的路挺长的，时间也大把，这是一种陪伴啊，也是一种见证。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事情会慢慢的实现，我觉得肯定新浪娱乐会再次采访我，记得答应我们的邀约。可以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完成某一种愿望的结果啊，胜利的果实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美妙。